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一个，楼继伟讲中国财政极为严峻，财政形势极为严峻，债务不可持续啊。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讲中国财政问题，但是楼继伟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楼继伟应该是在部长的岗位上干的时间最久的中国的财政部长啊，所以他对中国的财政有很大的发言权啊。楼继伟也是朱镕基的爱将啊，楼继伟做副部长做了9年，做部长做了4年啊，那么他应该是在任时间最长的部长啊，那么他有发言权。而且他参与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啊，分税制是在他手上，他是参与了这设计的方案啊。当时朱镕基的改革主要是2个改革，一个是税制改革啊，税制改革是解决中国的税制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啊，另外一个改革就是汇率的改革。汇率改革的负责汇率改革的设计和执行的是另外一个人，叫朱晓华。朱晓华跟楼继伟当时是朱镕基的2个爱将，左膀右臂啊。然后呢，这2个改革完成之后，朱镕基就把这2个爱将外放啊，这朱晓华去了光大，这个楼继伟就去了贵州当副省长啊。那么贵州楼继伟去贵州当副省长，那他的政治前途就不一样。那么据说朱晓华就是讲这个汇制改革有点邀功啊，说朱有点不高兴啊，所以去当了光大的，去光大有一点是就等于说是失宠的感觉啊。那后来朱晓华在光大的位置上出的事，朱镕基也没有保他啊，所以他跟楼继伟、朱晓华他的政治境遇不一样啊。那么我们讲讲这个楼继伟。楼继伟是浙江义乌人，但其实他在北京长大啊，他祖籍是浙江人。77年他当兵啊，之前他当兵，后来南海舰队后来又去了北京啊。那么77年考入清华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啊，朱镕基是很重视清华的，他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然后去社科院读的数量经济学，然后84年毕业，84年一毕业就去了国务院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想研究生毕业，84年研究生毕业，宝贝疙瘩一样，那个时候研究生毕业很重要，很受重视，而且又是清华又是社科院啊，然后就国务院办公厅啊，在做调研员一直干下来，后来就去了社科院，又回社科院啊，做这个研究价格啊。那后来就当时朱镕基是经委的副主任啊，看上他。88年朱镕基从经委国家纪委调到上海做市长，然后就把这个楼继伟就带去了啊，就让他做什么呢？体改委副主任。地方叫体改办的副主任啊。然后朱镕基又回北京当副总理啊，这当时是江泽民去当总书记，江泽民跟这个邓小平提条件，说我去当总书记可以，我谁都不带，我就带一个人，这是曾庆红。但是还有个条件啊，这个朱镕基继续留在上海，不要去中央工作。邓小平说好，没问题，你去吧。江泽民就去了。江泽民去了北京，第2年，邓小平就把这个朱镕基就调到北京去了啊。所以邓小平是没有信用的人啊，他答应的话，他在什么当年那个四川省委书记啊，叫肖央和陈希同是北京市委书记，2个人联名
写信给邓小平，告江泽民的状，说江泽民搞这个左的一套，个人崇拜，而且左的一套，不思改革，不思进取，告江泽民。邓小平拿着信一看，直接右手就给了江泽民，所以肖央还没什么整，主要整了陈希同啊，陈希同直接就抓起来啊，就这么，所以邓小平的政治信用很差啊。他当年给毛泽东写信认错，3400的长信，我永不翻案啊，最后他是给自己翻案啊，这是另话。我们继续讲楼继伟。楼继伟98年这个朱镕基当总理啊，98年楼继伟就去做财政部的副部长，这个岗位一干就是9年啊。这个时候呢，历任谁？财政部长向怀成啊，向怀成是先是向怀成是当部长，后来是金仁庆啊。金仁庆原来是税务总局的局长，向怀成当部长的时候，金仁庆是副部长兼这个税务总局的局长。后来金仁庆、向怀成退，金仁庆接当财政部长，这个时候楼继伟都是副部长啊。那么后来中间呢，楼继伟又跑着去做什么呢？中投。中投是什么呢？中投就是中国版的股权主权基金啊。中投成立啊，他就跑着去做中投的董事长啊，所以也是非常信任，2000亿啊，他管2000亿美金啊，2000亿美金。然后这个还有汇金实际上是经营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啊，是由汇金在管着。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到了2013年，这金仁庆也退了，那轮到这个楼继伟当这个部长啊，当部长，他就当了4年部长，转去哪儿？转去这个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当时的理事长是谁呢？当时的理事长应该是我不记得不确切啊，应该是戴香龙。戴香龙是原来的人民银行行长，跑到天津去当市长啊，天津当市长。戴香龙其实也是朱镕基的爱将啊，戴香龙曾经被朱镕基骂哭过，朱镕基很强悍，然后就从人民银行行长的位置去天津当市长。天津有今天全靠戴香龙，戴香龙每年帮天津拉几千亿人民币去天津投资，所以戴香龙在天津的期间，天津经济很好，因为钱很多，搞很多钱来，他也会拉很多项目，因为他当人民银行行长，很多企业找他，所以他有很多关系，所以拉很多企业去。然后戴香龙一走，这片天津就扛不住，直线往下掉啊，直线现在天津也是不大好啊，不大好。然后就戴香龙从人民银行行长下来，就接的是社保基金理事长。然后戴香龙干了2届就退了，然后谁接？楼继伟接。楼继伟比戴香龙跟向怀成是1倍啊，那么楼继伟是晚1倍啊，就接戴香龙做社保，干了1届就退了，就去政协当政协常委，政协主席、副主席都没当上啊，当那个政协常委，因为他毕竟还是个部长啊。那么楼继伟呢有些特点啊，我们后面再讲的个人特点。但楼继伟呢，毫无疑问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啊，他在很多时候出来讲话影响都很大啊。那么中国的财政部长呢有几个特点啊，一个管钱为主，基本上财政部长相当于总理的会计啊，管钱的啊。那么他也管经济，财政部长在以往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我们讲有3个主要部门，一个是人民银行，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发改委啊。这3个部门是发改委管投资啊，那么这个人民银行管货币政策，然后财政部管什么？财政部管政府的支出啊，所以这3个角色不一样啊。那么从这3个角色来说，宏观经济管理的角色呢，以人民银行和发改委为主。那么这个财政部长呢，这个管钱为主，宏观经济也管，
但宏观经济的这个角色并不吃重啊，这是一个啊。所以呢，他们的视角啊，财政部长的视角就考虑几个问题，很简单，他们的视角，第一个钱够不够啊？钱够不够跟什么有关系？跟经济增长有关系。经济蓬勃，财政收入很好，所以钱够不够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形势决定。所以第一个钱够不够，第二个差多少，通常是差多少，永远是花帽的。中国财政部长永远是花帽钱，因为总理天天问他要钱，国家主席也问他要，谁都问他要钱，他又扛不住只能给了的话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钱够不够，第二个差多少，第三个盖不盖得住。什么叫盖不盖得住？就是财政部长中国的财政部长一直是只有五个杯，就10个杯子5个盖，盖不盖得住啊？到处都是跑毛地漏，搞不过来。那盖不盖得住？通常盖不住，盖不住怎么办？借债。所以这第二个，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可持续？就是你到最后，你当财政部长，你最后当这个家是不是可持续？你别过2年你就过不下去了，那不行。所以这可不可持续？所以中国的财政部长就关心这几个问题：钱够不够，然后差多少，然后盖不盖得住，然后可不可持续啊？那么楼继伟这次讲话呢，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他是在去年12月22号。在第5届财政与国家治理论坛上面的一个发言啊，全文很长，我就拎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跟大家来讲讲啊。他对经济形势是这么判断啊：五中全会对我国发展形势做了判断，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啊。那么对财政而言，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风险和挑战巨大。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没有夸大啊，这是他讲的。有多严峻呢？我就把中间一个提出来。今年开始有1/4的省市啊，中国有1/4的省市，它的财政收入有一半拿来干什么？超过一半拿来还本付息。这财政形势已经严峻到这个地步。你想一下，一个省，有些省经济一年省级财政大概一年有1-2千亿啊，那么它有一半拿来还本付息，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这情况是非常严峻啊。那么它为什么会？原因是什么？原因有3个。第一个，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放缓，然后财政收入自然增长率受到限制。而财政刚性支出不减，收支增速持续倒挂产生的收支矛盾尖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龄化看见没有？老龄化，他提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潜在养老缺口。他说的潜在的客气话，其实养老缺口巨大，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可持续带来严峻挑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经济下滑，全球风险加大，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和外部冲击，3个原因。那么情况是什么？情况是财政收入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第一，从2020年4月以来，全国财政支出增速持续增长，并大幅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各个地区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张趋势，这第一。第二，中长期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预计未来5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呈现低水平运行态势。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巨大支出的压力很大，收入水平在低水平那么虽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可以释放部分财力，但是财政支出扩张态势未变，
政府一般性支出缩减的空间已经很小，就是这块钱啊，支出每年要支出这么多钱，变不了，缩减不了。你比如说养老，你怎么缩减啊？养老基金要补贴，缩减不了；医保基金要补贴，缩减不了。那医疗这个不那个教育啊，教育你这么多养这么多学校，你这个支出缩减不了。很多公共服务，你比如说地铁，每年要补贴100亿，一个城市啊，100-200亿，缩减不了，你否则地铁就得停，那怎么可能啊？很多东西都刚性支出，刚性支出你就没办法缩减啊。所以他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啊，中期也会非常困难，就是等于就是说。这个短期、近期通常讲的是半年到1年，叫近期；短期通常是1年到3年，中期通常讲的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以楼继伟的判断，就是未来5年，中国的财政非常困难啊，这是结论啊。核心问题有几个，第一个。政府债务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财政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那么从2009年开始到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扩张了11年，11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也急剧扩张。那么利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不断的上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讲的就是政府，中国政府有3本账，第一本账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就一般性公共预算收支这部分呢是要通过人大批准这是一块。第二块是什么？基金性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把很多开支呢放到哪里去？放到基金你比如说土地收入是卖土地收入放到哪？放到基金收入里面去，放到基金收入它就不受预算控制。一般性预算呢，通常有一个东西叫赤字，那么它放到基金里面去呢，就不受预算的控制这不受预算的限制那么它就当然。基金性的收支呢，通常是正数这是一块。还有一块是什么？资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你比如说国企资产性收入，你国企是政府的那么今年财政状况不好国企你要求多交钱多交点钱来，就是政府。今年经济不错那你就少交一点。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这一类支出，所以它有3本账，只有1本账人大管，另外2本账人大管不了所以是这样然后债务利息支出占这个预算收支的比重不断的上升，利息支出增速远超财政支出总额的增速利息涨得很快，利息支出因为你借的债要付利息还本付息利息支出增长非常的快，比它整个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还要快快很多那么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超出当年支出总额，就财政支出总额增速的16%、10%、4.5%那么2020年1到11月，就去年1到11月，这个讲话是12月的所以它数据是很新的那么利息支出同比增长了多少？16%。那么超出支出总额，就是财政支出增速的15.6%、15.4%，实际上财政支出1个点都没有所以你想想，这个影响就非常大。2019年中央财政债务利息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是13%， 13%，就是2019年，就是中央的财政支出，其中13%拿来还债还利息。那么预计
2020年去年会上升到多少？15%，15%，排在中央财政各项支出排名排第2，中央政府利息支出已经排到它的这个支出的排名第2，所以你想想看，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地方的债务问题就更突出那比中央政府还厉害得多。那当然一定是这样，地方债务存量一直在快速增加，虽然短期内增加债务可以缓解特殊时期的财政紧缺的压力，但是对未来的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话肯定是对的那么他就这么说，他说“十四五”期间，“十四五”是从今年开始5年，所以他讲5年时间，实际上讲的就是“十四五”5年，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25%的省级财政支出他会用50%的财政收入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有25%的省市把这个财政收入的1半以上拿来还本付息，那你想一下这日子怎么过这日子很难过的了已经地方债务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累积了财政金融风险，这是第一。第二，老龄化也将对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那么2019年中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 2.5388 亿人那么占人口的比重是 18.1%，其中65周岁以上的人口 1.76 亿占人口 12.6%，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那么人口老龄化将改变中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并且加重财政的养老负担，增加了财政的压力尤其是在去年做了一件事情叫减费降税。费是什么费？医保费医保就社保费社保费率就是说整个社会都要交社保费率税是什么？税其实是增值税降费减税那么经济又下行那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较多，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全球经济下滑和全球风险的影响，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大。那么中国2020年有可能成为唯一经济增长的主要的经济体那我是不同意的第三，财政支持社会发展要通盘考虑要防止政策的后遗症他讲了2个我提的很多次的问题例如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这个缺口怎么补这个好问题吧好问题。何况社保缴费正常化之后，社会保险的缺口仍然需要一般性预算弥补。降费减税大家知道，你无论是如果有这个保险的概念就知道，你把这个费率降下来，其实就出现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是什么？窟窿就是那一头支出的那头就少了1块钱，你不补呢，你最后还是要财政补贴。为什么？这个窟窿谁来补？政府补，没有其他人可以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没有选择，你现在闭着眼睛不补，所以他说阶段性的这个降低社保费率，那么缺口怎么补这个问得好。你当时这个李克强跑出来讲经济形势不好，我们把这个费率降一下，让大家共度时间，但是这个窟窿有了，窟窿有怎么补？李克强就不管了，所以这团干部的问题就这样然后减费降税之后，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如果一味的靠赤字靠债务根本不可持续尤其在人口拐点和潜在增长率的拐点来临之后，我们必须优化财政支持方式，避免过度依赖赤字和债务，防止过度投资产生的负面效应。
他就讲了一堆这个其中还包括专项债的问题那么大体上讲话是这样。那么楼继伟的讲话我就不引述太多分析一下楼继伟讲话呢，他也没有透露太多的数据，因为有些数据在中国来说，很多财政数据都是机密，他不告诉你不公布的但是他的讲话很重要，因为他指出了中国财政状况，就是中期5年之内，中国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极为困难。那么中央政府很困难，地方政府更困难那么我们就评价一下这作为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发言有价值那么第一，告诉大家中国的财政状况有多么严峻那么中国国库空虚有3个影响有3个影响。第一个，公共服务难以为继，尤其是像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关键性的领域你可以看过去1到2年时间，公安扩编公务员加工资军队加工资就是增加然后呢退休金加退休金当然你可以理解这些举动背后有政治性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中国的财政是很困难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还给他加工资，说明什么？说明维稳的需求很大维稳的需求，这个国家不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举债度日，你可以看现在中国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都举债度日，那么政府的投资将大幅降低，因为你想你都没有钱，那你还能投很多吗？投肯定是要投不投不行不投整个国家就中国因为政府跟国企占市场的比例很高，如果政府不投资的话，那这经济就问题很大了，所以影响很大那么如果政府投资在减少甚至无以为继的话，那么对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经济冲击非常的大，那反过来又会局限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第二个。第三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推动了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对外扩张的一个这样的政策对外扩张，中国对外扩张虽然骨子里头是意识形态的扩张，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讲出来，所以中国的对外扩张靠的是什么？靠钱，没有别的，就是靠钱那么当中国财政困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中国对外扩张的力度也会受到局限你像一带一路最近都声音比较小没有钱办不了事中国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就是财政状况。第二个，中国的财政的问题有一半是什么问题？债务问题。那么政府利用这个市场来融资解决财政问题，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呢，这主体是企业，那么特别是市场主体是企业，当政府融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当它政府融资太多的时候，市场利息会上升那么市场利息上升，它会对政府发行债务产生约束。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市场主体是政府和国企那么政府融资的时候呢，那么人民银行在干什么事情？人民银行就控制利率，不让它涨那帮忙嘛。你说这个政府在发债，你把利率搞上去，政府的成本不就高了？结果呢，他一摁住这个利率，后果是什么？很多的钱就跑到市场上去，会怎么样？跑到市场上去，它就会引发什么？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房地产，你看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钱
跑出来。那么它会引发这种反响。那么第三个，楼继伟在去年的12月12号参加一个会议，和这次都讲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十四五经济增长的情况，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么说，他说这次讲话里面讲我先讲，然后我再讲12号的那次。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相关说明中讲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文章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者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能的。然后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他说这明显就是淡化数量指标。那么目前设定的目标就是翻一倍，现在人均 GDP 是1万美元，那到2035年那就是达到2万美元，达到2万美元差不多是什么呢？翻一番就差不多是年均增长 4.5%。 那么如果以2020年为基数，15年翻一番，年均增长就 4.7%。 他说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呢，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会由目前的 6%逐步下滑到 4% 左右。如果打破城乡隔离的2元体制，那么会提升潜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那么大概是这样。那么我总结一下这里面这番话什么意思？3点。第一点，经济增长未来经济增长会逐步回落到 4% 左右，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共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讲话你就知道中国经济的决策还是从美学的角度翻一番，好听吗？好听翻一番那么用这个领导的好恶领导的需要变成依据，然后往回推你看翻一番那我们从现在开始算到2035年经济增长总量翻一番人均 GDP 翻一番那翻一番怎么算呢？那我就往回推，倒推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指标是怎么来，指标就是这么来。经济学家在哪里？经济学家在门外，他们算账的几个人洗草的人在那算数据，算什么数据？翻一番是多少？增长是多少？平均增长是多少？就这样。其实中国的数据就这么出来，没有经济学家有没有参与？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什么？等这方案出来以后，他在外面论证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他没有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决策是谁决策？领导有个想法，变成个依据，起草组根据领导的想法把它变成一个方案，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最后通过统计局来实现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经济增长质量中国这2年一直讲中国是高增长变成了高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有没有质量的问题？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问题为什么？不是说我从事制造业，我从事加工贸易，我就经济增长质量就低，你搞高科技就经济增长质量就高，其实不是的经济增长就是增长，没有高低之分。为什么？每个经济体它是根据它自己的需要实现它的增长，你有增长就是硬道理你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你比如说你在某些领域根本不存在这个产业基础，你怎么可能高增长？不可能有高增长所以讲这个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那就是完全是不符合经济学常识
经济没有质量区分。你说这个在工厂里做袜子的这女工增长质量就低，然后你说这个在实验室里搞这个生物科技的人质量就高，你呢倒闭了怎么办？再高的质量倒闭了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不可持续。可持续就是经济是一个现象，现象本身就是结果，不存在高低质量，永远经济行为是符合它具备的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想去搞也没有用，就像中国搞高科技一样，你不具备条件，那你就去偷呗，就是这样。所以不存在经济，不存在高质量低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才是一个经济要重视要解决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就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其实还有一些楼继伟呢，有几个特点，后台硬，这个朱镕基支持他，所以他这个直率，讲话不留情面，当场给别人红脸啊，就他这一点非常的这个突出啊，这一点跟谁像？就是朱镕基就这样。当场给你的难看啊！这朱镕基经常当场给人难看，就为什么会有部长像段兴荣给他骂哭，就是这个道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楼继伟呢，很多讲话呢切中时弊，语出惊人啊！他经常讲一些很让人吃惊的话，就是说中国的部长很少这么干，中国的部长干得久。通常就是讲话很圆滑，这个楼继伟不是，楼继伟上来就讲些不好听的话啊。那么比如说，他曾经讲过，他在当部长的时候讲过两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啊。一件事情讲农产品，他说农产品不应该补贴，不行就扩大进口就是了啊。这个当时很多人很震惊，这是第一个。其实他讲的是对的，中国需要进口农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补贴农产品，最后导致什么呢？农产品价格很高，农产品价格很高的后果是什么？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也会高。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支持农业？应该用其他的办法来支持农业，而不是用农产品价格的问题。这是一个啊，当时舆论哗然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劳动法。他是怎么说？他说劳动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他说法律造成的扭曲，在这个方面的用工制度产生了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公司上场，但退出的太早了啊！这个他讲这个劳动法是个恶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总结一下啊，楼继伟有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叫《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这本书啊，我翻过一下，很好啊。如果你对中国的分税制和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知道的话，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啊。那么大体上是这样啊。那么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我们通过楼继伟来看啊中国的财政状况，那么中国财政状况的现在的这个形势的影响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呢，有一点门槛啊，我希望我讲的会比较容易懂吧。希望大家能够有什么不清楚提问好吗？Ancon 谢谢 ，Mike 猪谢谢，新冠谢谢，祝老师和各位网友元宵节快乐哦！今天是元宵节啊，
啊，元宵节快乐，谢谢啊，安云，谢谢，感谢王老师的辛勤付出。开喜，谢谢，请王老师吃元宵，谢谢。Chelsea 徐祝王老师和家人元宵节快乐，谢谢。我们也祝世界各地的华人元宵节快乐，谢谢啊。情况 A 股7连阴，今天刚开盘3板全跌2%啊 ，OK， 这应该跟我们上个星期做的，这个星期吧，我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做的？上个星期四，我们做了一个人民银行收紧货币政策，我认为跟这是有关系的，7连阴啊。观点：债务结构最优结构可以是负利率，中国债务无法负利率就不可持续，这就是中国和美日欧债务的结构区别。OK。提问：请问王先生，中国总是宣传美国量化宽松给全球大放水，给全球输出通胀，收割全球韭菜，请问这种说法问题在哪里？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啊，也对也不对，为什么？美元是结算货币啊，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美元也是很多资本市场的结算货币啊。那么很多的产品，你比如说，原油市场的价格就是美元标价啊。那么很多资本市场都是美元进行交易的。那么所以呢，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啊。那么全世界都会希望联储局做一个动作，增加货币供应啊，因为很多地方都需要美元。那么需要美元的话，那联储局就要放水。如果不放水的后果是什么？不放水的后果就金融市场就会像石头一样掉下来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美联储有个责任，什么责任？解决全球的这个货币需求的，满足全球的货币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美联储呢就是量化宽松是大放水，这个没错啊。那么它是不是输出通胀呢？不一定是输出通胀，因为是这样的，欧洲有它自己的货币政策，美元是外汇。美元的外汇会不会冲击？会不会造成欧洲的通货膨胀呢？理论上是不会的啊。它会在资本市场有需求，它会需要美元，但是当它美元的需求被满足了以后，它就不会再要了，理解吗？所以呢，它中间有一道坎儿，就是它的汇率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上，所以为什么当量化宽松的时候？宽松到刚开始的时候，美元的这个汇率噌就上去了，然后美联储就开始放水之后，美元汇率就开始下跌，跌到现在，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美联储发现它的汇率跌到它不可接受的时候，它就不会放水，它就会慢慢的收紧。当它慢慢收紧的时候，钱就少了嘛。所以这是个调整的过程。它有没有收割韭菜呢？怎么收割？钱是他的，最终还是要他回笼，所以他没办法收割韭菜啊，除非你去买美元，高买低卖，那就收割韭菜，那就是收割韭菜。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可以收割韭菜，不是美元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中国的宣传他宣传就是骂你的话，骂你他就不需要理由了，他就找个似是而非的话说出来就行。观点：经济增长4，用人民币计价的 GDP 不要说4%，只要够大胆，14%也可以弄出来，只需要做2件事情：涨价、涨汇率。中国当下最危险的外汇储备，每年进口粮食、能源、芯片、矿产
需要花掉的外储非常可观。当印钞不再以美元为锚的时候，大限也就到了。印钞不以美元为锚什么意思？印钞不可能以美元为锚呀，所以我基本上，你这概念有点乱啊。观点，楼继伟只是说债务无法持续，没有解决办法，也真没有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负利率，也不是啊，这个还是概念有点混乱啊。楼继伟有他的办法，我没有念而已啊。他的办法是他的工作指导。这个工作指导老实说呢，对网友呢听来就有点枯燥，所以我不念。但是而且我觉得他的办法没有用，没有用啊，所以我就没有念。负利率，债务负利率能够，就算你市场利率负利率，你借的债是多少利率就得多少利率。不能解决问题啊，除非你新发的债。但是如果你新发债在中国你没有利率，负利率，比如说负利率、零利率的话，可能你的债务发不出去。所以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简单？如果有那么简单的话，他就干了，对吧？你说是不是？如果是真是那么简单的话，负利率是在市场货币极度宽松，然后市场货币宽松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需求极度疲弱的情况之下才会有负利率。所以大家我们经常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货币政策也好，这个财政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叫经济政策也好，脸谱化、绝对化。没有绝对化的经济政策或者是经济措施。什么叫绝对化的竞争？我只要用这个办法一搞，这个问题就搞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的经济措施。如果经济措施有这么简单、这么灵验，那这个世界上的经济问题就太容易解决了，哪需要那么厉害的人？你说是不是？所以你说这个国债太多的问题很简单嘛，搞负利率嘛，债务问题就解决了，你不用还了吗？还得还，是不是？所以呢，我反对3件事。第一个，上帝视角，我反对；第二个，问题绝对化，我反对；第三个，我反对大而化之。就是说你总是把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把这样就搞定了。世界上没这么简单的问题情况。第一点，深圳宝安工业区来了这个工厂聚集区以后，才深刻体会到信息封锁对普通人的洗脑。目前工厂10个有9个，我是例外，骂美帝军运会带来病毒，因为翻墙10年，我已经和周围人格格不入了保安吗？保安人这么厉害吗？情况，天津市投资2000亿人民币，2009年在滨海新区余家堡金融区盖中国曼哈顿，结果余家堡写字楼空置率80%以上，建筑很现代，可惜沦为鬼城。天津呢，天津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城市以前天津靠着北京原来这个民国时期当总统政治上失败了，就去天津，在天津住着，一不小心还有机会我还回北京，所以天津永远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中共建政之后，天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天津呢变成了一个有点鸡肋改革开放之后，天津就被环京贫困带约束所以天津的定位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状况。它到底怎么定位呢？它没有出现，天津没有出现深圳跟广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北京大，天津小
所以很多资源就会往北京跑，天津就被削弱。深圳跟广州的情况不一样，广州大，深圳强，所以呢，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竞争关系，叫双城记。那北京跟天津之间呢，就基本上是天津就被压制天津的情况就有点特殊。那么中间出现了一个艺术艺术就是戴香龙，戴香龙给天津带来了一片生机和变数。但是戴香龙一走，人走正西这个天津这个出现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弹，就趋于还是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来情况就是这样然后又碰到了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天津这几年你看就比较难搞情况，台湾负债最严重的县市高雄负债3000亿台币，原本在台湾觉得这简直不可原谅，民怨沸腾，到了大陆发现一个城市几千亿、几兆亿人民币负债都不是个事儿这就是我就说这就是政权属性的问题台湾你高雄借3000亿台币，3000亿台币人民币都不到1000亿，这算个事吗？这不算事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个大城市，别说大城市，大城市的一个区负债都过1000亿，一个区负债都过1000亿。为什么？中国的政权它不是为人民当家嘛那么就中国的政府5年一届，5年一换，我在任使劲借使劲盖，我有政绩我就走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管了。那你台湾的民选政府，你敢借你都得批，都得经过议会审，你经过议会审，议会那不就把你卡住所以这个不一样，政府属性情况到台湾游玩的大陆游客要有心理准备，市容有点旧，不过比5年前好了，因为这2年台商回流，景气复苏，基础建设跟都市更新加速进行。过年回台湾有明显的感受，到台湾还是多到东部山上原住民部落跟农村玩玩，不一样的感觉。台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台湾最大的特点，我自己的感受，不都市化你就算台北也不都市化，台湾还是比较乡土化的一个场景观点，王老师，我最近根据北大数据算了一下中国财富分配的情况，发现中国70万人月工资收入2万以上的人群掌握着40多万亿94%的财富，如果更夸张一点，就是几万人掌握的40万亿以上的财富。希望这个数据王老师能用上好的，谢谢。70万人掌握着40万亿我的天那就是他们说的那个30万加30万人口观点，天津一直培养不起来自己的领导梯队，总是空降大员或者是因损坏的一类官员，在天津这种三不管地带藏匿。什么叫九国杂地？天津就是，天津的历史工业都没了，新的都不知道干什么，就沦落在其他小城市的后面。天津有租界历史，居民也容易被统治，特别小心听话。空降很正常我们曾经总结过一个北京，我们不说天津，北京从来没有一任北京的市长是北京人，为什么北京没有一任市长是北京人，都是外地人而且你可以看，在北京当官当得大的都是外地人，北京人本地没有当大官，就是不是当正职。你看各个部委，你想一下，北京就生活在北京，中枢机关在北京，理论上用人很方便，扒了一抓过来就是北京人。但是你看北京各大部委部长
很少北京人，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人当副市长都是当副市长，没有当市长啊。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很简单，北京人在北京就过得很舒服啊，又是同学又是朋友，除了当官，除了工作，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有家庭，还有很多有玩的地方啊，所以北京人他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一部分花在自己的生活上。外地人到了北京，外地就地方官跑到北京去，他只有一件事情，往上爬，从头到尾一睁眼就是往上爬。所以这跟北京官他的想法就不一样啊。所以你想一下，他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都是想着往上爬，你这下了班还想着去喝口小酒，去香山玩一下，明天去干什么一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怎么爬上去的都是外地人，就这个原因。所以你天津的情况跟北京也很像，你看一下都是空降啊。提问：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先后都说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方式是种族灭绝，王老师怎么看？西方国家在形成共识啊，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维吾尔族的这个问题上，最先形成共识的是什么？西方的媒体啊，西方的媒体开始形成共识，这就是种族灭绝。然后就开始做新闻。大家要知道，这个国家的舆论是由媒体决定的。当这个媒体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西方国家就很容易形成共识。当它形成共识之后，很多事情就不一样啊。所以我相信中国今年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处境会比去年要难过得多啊。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对中共的看法，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啊，越来越形成共识，然后而且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啊，开始采取一个这一致性的行动。当他开始采取一致性的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处境会越来越困难啊。提问：听了很多其他 YouTuber 的时政新闻，感觉很多都是在胡说八道。请问王老师，您是如何平衡流量、听众喜好和自己的价值观？啊，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做新闻啊，我们做新闻报道，通常是波动的啊。今天有大新闻，你就闭着眼睛把这大新闻做好。就会有流量啊！只要新闻足够大，大家都很关注，然后我们就会有流量，这是一个啊。那么我们把它做好，把这个节目做好，把这个品质做好，把我们的时间控制好啊，这就可以完美的结合你刚才讲的流量、听众喜好和自己的价值观了。这就是有大新闻的时候啊，大新闻就是这样啊。那么有的时候会没有新闻，那没有新闻怎么办？那没有新闻，你就要做一些没那么冲击、没那么这个吸引眼球的新闻。那这个时候也需要考验我们的新闻专业，考验我们把一个没那么冲击的话题讲的让大家觉得有趣生动，也很愿意听。啊，这里面就是对，当没有大新闻、没有空洞性的新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考功夫的，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考功夫，这是第二个啊。所以还是前提是什么？新闻专业、新闻操守，你要保持这新闻专业、新闻操守。那么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从这个我们开始，再过今年是3月份啊，2月份，再过3个月我们就2年时间啊。这2年时间我学会怎么样去平衡这一点，就是说，当你没有大新闻的时候，没有那种吸引眼球的新闻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你要接受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流量会下降，你的关注度没那么高，你得接受这个。如果你不接受，你故作惊人之语，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把一些没那么重要的新闻说得很重要，夸大其词，是怎么来的？就这么来啊，就这么来啊。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没有新闻就是没有新闻，大家就知道这是好事啊，没有新闻是好事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观众喜好耸人听闻的新闻，但是如果没有，那我就不供应了啊！我不能够说这明明是一个只有2分的新闻，我告诉大家这是10分，那我下次再告诉大家这有10分的时候，别人就不相信了。所以保持专业，保持心态，保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啊，就是对观众负责任的态度，是一个新闻主播非常重要的品质啊。好，明谢 Renee Mac 谢谢 VV 谢谢林腾谢谢Chrises 谢谢姥姥王谢谢。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文，非常正确啊。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